果你是手机拍视频的自媒体人，这两个东西组合起来，其实就是一套最小的创作系统。你或许经历过想用手机随手拍点东西，但支架太大又不想带，夹具太烦又懒得装，好不容易架起来还发现不稳，最后干脆不拍了的情况。更离谱的是，你明明知道后置主摄的画质更好，但你一旦转过来拍自己，就开始盲拍、重拍、反复重拍，表情对不对，构图歪不歪，全靠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。今天这期我们不聊参数，用最真实的创作场景，给各位带来两样我觉得特别手机创作生产力的小东西：幽兰子的 MA30 和幽兰子的 VM1。MA30 解决的是你愿不愿意带出门，能不能随时稳定拍的问题。VM1 解决的是你用后置主摄拍自己，终于能看得见。先说 MA30， 它火的点根本不是又一个手机三脚架，而是它把手机支架做成了随身 EDC， 登山扣、钥匙扣的体积一贴就吸，展开是小三脚架，收起来还能当个小首饰握把。你把它挂在背包上，它的意义就变了，不仅是器材，是你随手就能拿出来的稳定性。很多传统小脚架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稳，而是你根本不想带。MA30 厉害的地方就是你愿意带出门，而且使用频率直接起飞。然后 MagicSafe 这件事儿要说两句，它不是更酷，是更省事儿。传统夹具你要拧，要对齐，还可能挡按键。有了 MagicSafe 的贴合方式，无论你在街上、在地铁口、在餐厅桌边，想要快速的固定一个机位，效率就是一切。当然它也有边界。第一， MagicSafe 依赖性很强，安卓或者非 MagicSafe 机型可能你就得配一个磁吸环或者是磁吸壳，体验一定会打折。第二，它不是高脚架，它更强的场景是桌面和低机位，想拍到胸口高度，你就得换自拍杆。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安全提示，它这个登山扣是快取形态，不是承重装备。官方也明确说不用于攀登承重，也不建议拿来挂别的重物，所以你把它当成手机支架的携带方式就好，别把它当成安全装备。接下来是 VM1， 这玩意儿一句话，让你用后置主摄自拍不再靠玄学。以前主摄拍自己最大的问题不是画质，是你看不见。VM1 就是一块磁吸的小屏，你把它吸在手机的背面，用有线连接做低延迟预览，你就能实时确认构图、表情、眼神有没有飘。很多人拍口播、直播、穿搭、健身动作，前置画质不行，但又不得不用，因为要看画面。VM1 的价值就是把这个门槛打穿，你可以用主摄的画质防抖人像算法，同时也能像前摄一样看得见。当然这里也要给各位提前说一下， VM1 这类产品最大的雷区是兼容性，手机端必须支持视频输出，尤其是安卓机型差异更大。你插上如果只能充电不出画面，那不是屏的问题，或许是你 Type-C 不支持视频输出，这事儿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另外它是一块取景确认屏，不是专业监视器，尺寸和亮度决定它更适合用来确认构图和表情，而不是拿来抠极限对焦，别把它当成我们这种发烧友的玩具。购买建议特别简单，如果你经常出门拍，经常觉得我本来想拍但懒得带支架，优先 MA30。如果你口播、直播、自拍视频为主，想用后置主摄把画质拉满，优先 VM1。如果你想要一套手机也能稳定产出内容的最小系统，那就 MA30 负责稳和随身， VM1 负责后置自拍看得见。两者叠加，你的手机创作从临时记录直接升级为可控的生产力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依旧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